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是一期威尼斯购物分享。前阵子去威尼斯买了好多很有意思的手工艺品，今天好好和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是一个很可爱的零钱包，来自佛罗伦萨的手工牛皮品牌。它用的这个皮料是 LV 老花包的同款牛皮，我买的是威尼斯限定的一个刻印版本。它上面的这个图案源自贡多拉的船头，上半部分的形状代表威尼斯总督的帽子，底下的6个梳齿代表威尼斯的6个大区，是威尼斯本地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化符号。而且这个刻印是货真价实的22K 黄金，它的主要用途是用来装硬币，把它像这样打开，硬币都会滑到这个小凹槽里，也不会掉出来。用完之后再合上，所有的硬币就都装在这个鼓鼓囊囊的小包里了，是不是很可爱？我觉得很适合作为纪念品或者礼物送给朋友。第二个买了一个面具，这个面具是真皮的，它的这个皮用了一种类似咱们中国漆器的皮革染色工艺，所以每次染出的花纹颜色是完全随机的。我们买到的每一个面具也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支的配色是不是有点神似咱们的敦煌壁画？这个戴在脸上效果就一般，我准备找一个比较深的画框作为一个装饰画放在墙上，应该很有特色。接下来买了一对酒瓶塞，是在 Murano 玻璃岛上买的。这个店在 Google Map 上完全是没有标记的，属于我们误打误撞碰到的。它每一个酒瓶塞也是只有一个，因为它的颜色、样式、图案完全都是玻璃艺术家自由发挥、随机生成的。这对酒瓶塞我们是准备作为新婚礼物带给即将在巴厘岛结婚的一对新人的。这个店的店主大叔特别傲娇，我们付完钱之后想拜托他用礼盒包装，他特别严肃的跟我们说，这是艺术品，不是工业流水线生产出来的商品，装在盒子里就不美了，你要尊重它。我把店铺地址还有他们家的网站放在这边。他家除了酒瓶塞还有特别好看的灯罩、鸡尾酒杯，没记错的话是可以网上下单全球配送的，感兴趣的姐妹可以看一下。接下来是一对蝴蝶耳环，买完才知道他们家居然是一家网红店。这个蝴蝶也是玻璃做的，我们选的配色是深蓝色的底，中间有一层银箔，最顶上是天蓝色，在阳光下特别好看，特别闪，特别灵动。上面的这颗红色的七星瓢虫是可以现场额外加5欧，让店主大叔帮你镶上去的。据店主大叔称，七星瓢虫可以带来好运。这对耳环也是准备送给一个朋友，他特别喜欢蝴蝶，家里收集了各种蝴蝶标本，送给他，希望可以好运连连，每天都开心。接下来是我买的一些玻璃品的首饰，包括发夹、耳环，还有一个戒指，或者也可以当做丝巾扣。这个是不是特别美？我觉得它当戒指稍微有点浮夸，当做丝巾扣应该还挺漂亮的，尤其是和黄色或者是褐色的丝巾搭在一起。这2对玻璃耳环也特别通透，就像2块方糖一样，它们戴在耳朵上都比较低调，平常上班上学都挺适合的。而且它们俩的价格简直划算到不可思议，一对只要3欧，折合人民币就20多块钱。这个发夹也是我一眼相中的，它整个配色就很油画、很春天、很莫奈，大家应该能 get 到我的意思吧？不过玻璃制品确实有一点点缺点，首先它很脆弱，我们戴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万一磕到地上很可能就会碎一块。其次就是它确实比较重，偶尔戴戴可以，如果每天都戴的话可能容易扯着我们的头发。紧接着我们去了彩色岛，就是有很多彩色小房子的 Murano 岛。我在上面一眼相中了这个木质的彩色小房子，它有很多颜色可以选，我买的是一个黄色的小房子，背后还有手绘的 Murano。这个钥匙扣从我在店门口看到进店结账全程不超过5秒钟，实在是太可爱了，现在就挂在我的钥匙上，每次用钥匙开门看到它都觉得好开心。在彩色岛还买了一个手工蕾丝制品，这个岛它最出名的工艺品就是手工蕾丝，而且每个蕾丝店门口都会坐着一个意大利老奶奶，戴着老花镜，一针一线的在绣蕾丝。我不知道这是一种表演还是一种文化传承，我作为游客确实很欣赏当地这种文化宣传，但与此同时我也很心疼这些老奶奶的身体，要在店里一坐一天的话确实还挺辛苦的。我买的是一个蕾丝的杯垫，中间有3朵小花，整个杯垫都是手工编织的。据店里的工作人员介绍，它这样一个杯垫需要7个人一起合作，每个人完成1道工序，做好之后要从一个很大的布上把它一点一点切下来，它真的超级轻超级薄，而且上面的花纹也非常
常非常的精美，我完全舍不得拿它当杯垫，估计也会找一个漂亮的画框把它框起来，放到墙上作为装饰画。OK， 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全部内容，希望大家看得开心，求点赞，求投币，求转发，求收藏。大家想看什么内容也欢迎弹幕留言告诉我，我们下期见。